应德国总理舒尔茨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18号抵达德国柏林进行正式访问。19号，李强同舒尔茨总理共同主持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并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和中德企业家圆桌会。这是李强今年3月就任国务院总理后的首次出访，受到外界高度关注。当地时间18号晚，李强乘坐的包机抵达柏林勃兰登堡机场。礼宾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致敬，德国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德大使吴肯等到机场迎接。李强表示，德国是其就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出访的第1站，这将是一次传承友谊之旅、深化合作之旅。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施泰因迈尔总统就两国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并通电话，为双边关系发展作出战略引领。近年来，中德关系始终稳步向前，两国合作持续深化拓展，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绿色等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19号上午，李强在柏林总统府会见施泰因迈尔。李强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中德关系，我此次访德同舒尔茨总理共同主持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就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挖掘双边合作新机遇，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施泰因迈尔表示，德国愿做中国可信任的合作伙伴，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德方反对脱钩，反对阵营对抗，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努力。外界对此访的具体议程颇为关注。在中方公布的行程安排中，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是重头戏。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是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的超级发动机。2011年，首轮中德政府磋商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此后，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1年共举行了5轮中德政府磋商。该机制在不断充实中德关系内涵、拓展中德务实合作、规划两国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首访地或者说，首要的目的地呢，对于促进双方的关系发展都具有战略意义或者象征性意义。所以，李强总理将此次首访放在德国，表明在经济领域加强从德国关系的一个高度重视，以及说我们对外开放、对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在欧布局上的一个高度重视，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体现。行前，李强特别指出，第7轮中德政府磋商是两国新一届政府组成后的首次全面对接。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同德方坦诚深入交流，深挖合作潜力，妥处分歧和差异，充实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为维护国际产供链稳定和世界和平繁荣发出积极有力信号。除了政府间磋商，访德期间，李总理还将出席第11届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并同两国经济界代表深入交流。外交部此前介绍，面对国际局势动荡，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人类共同挑战增多，中方期待同德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德关系，一道向世界发出加强对话合作、坚持互利共赢、携手应对挑战的积极信号。一段时间以来，中德互动频频。去年11月，德国总理舒尔茨成为中共20大召开后首位访华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今年4月，德国外长贝尔伯格访问中国，并与中方共同主持第6轮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1个月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也对德实现回访。有分析指出，此次中方领导人出访是近期中德高层往来的延续，也充分体现了中方对中德关系的高度重视，彼此间的频繁互动不断对外释放加强沟通协调、推进互利合作的积极意愿。在结束德国之行后，李强将续程前往法国，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观察注意到，在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总理的首次出访通常具有象征意义。法国往往具有战略牵引的作用。那么在欧盟内部确实也是，德国和法国是第1大、第2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体量是欧洲的第1，法国推行的战略自主对我们推动多边化和多极化是非常有帮助的。作为多极化进程的2大力量，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2022年，中欧互为第2大贸易伙伴，双方已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单就德国而言，截至2022年，中国已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奥地利经济研究所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德国经济和中国脱钩，将导致德国 GDP 缩水2%，相当于减少600亿欧元。
中德金融经济中心联席主席、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教授勒希尔上个月在德国《每日镜报》刊文指出，德国约有10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超过5500家德国公司活跃在中国，大众、宝马、奔驰等德国汽车公司30%以上的利润来自中国，与中国进行所谓的脱钩会导致严重后果。文章指，2022年德国对华投资达115亿欧元，创历史新高，这对中德两国是双赢局面。中国需要这些投资来进一步实现工业现代化。而德国企业也通过中国市场实现扩张，退出中国市场意味着切断自己与中国创新力以及国际竞争的联系，将对德国带来致命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正面临经济下滑风险，国内生产总值连续2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德国经贸界对当前形势感到担忧，并呼吁政府保持与中国密切合作。Sehr enge Zusammenarbeit bzw. eine Eigentümerstruktur jetzt auch hat mit einer Entwicklung sehen, sondern wir wollen auch die Chancen der Märkte in China weiter nutzen können, genauso wie es legitim ist, dass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die Chancen auf dem europäischen Markt, auch auf dem deutschen Markt beide gemeinsam machen. Da können wir auch beide von profitieren. Und ich als Wirtschaftsminister sehe es schon als sehr wichtig an, dass wir eine enge Zusammenarbeit auch mit China entsprechend haben, weiter ausbauen. 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指出，过去欧洲对华政策陷入失衡，过于强调所谓去风险。随着双方交流重启，近期欧洲对华讨论正逐渐恢复平衡。此次中方领导人到访欧洲，将进一步夯实双方共识，推动欧洲对华认知向更健康、更全面、更客观的方向发展。某种上来说，未来的中德关系一定是在有竞争能竞争、有敌对能敌对、有合作能合作的领域呢，并行发展。那么这对中德关系也构成了一些挑战，但是我仍然认为双方的合作的机遇仍然远远大于挑战。双方对发展经济、促进全球化、促进多极化的诉求仍然是一致和坚定的。